许多有车族都碰过一件很奇怪的事，就是自己的爱车明明开的不多，常常隔好几天甚至一两个星期才开一次，理论上跑的里程少，磨损应该更轻微才对。然而时间一长，车子反而小毛病不断，不是某天早上突然发不动，就是开起来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这让不少车主感到纳闷，难道汽车这么娇贵，停在那里不开也会自己坏掉吗？其实这个疑问的答案还真就是肯定的。许多人常说车不是开坏的，而是放坏的。这话听起来有点夸张，但现实情况往往如此。汽车作为一个复杂精密的机械产品，它并不喜欢长时间静止不动。如果长时间停放方式不当，各种小损伤会像慢性病一样日积月累地侵蚀着车况，而且大多是悄无声息地进行。等到我们在想开车的时候，这些毛病就会一下子暴露出来，让人措手不及。还记得2020年初全球疫情封锁期间，许多城市的人们好几个月足不出户，没有开车。等到生活恢复正常，很多车主才发现自己的汽车居然打不着火了，不是电瓶没电报废，就是刹车盘锈死，轮胎干瘪漏气。类似的新闻案例层出不穷，这正印证了前面所说的道理，汽车放久了真的会坏。那么汽车长期停放不用到底会带来哪些问题呢？我们不妨把汽车长时间停着不动的情况拿来和人长期不活动做个类比。如果一个人长期躺着不动，肌肉会萎缩，血液循环变差，身体机能慢慢退化。同样地，汽车长时间不开也会出现各种机能退化，首当其冲的是汽车的心脏，也就是电瓶。别以为熄火后车子就完全不耗电了，其实车上的防盗系统、时钟、电子控制单元等依然在缓慢的耗电。一颗状态良好的电瓶静置3-4周后，电量可能就会耗掉大半，电压下降导致引擎无法顺利启动。而且电瓶最怕深度放电，每亏电一次都会严重损伤它的寿命，导致下次更容易没电，形成恶性循环。很多车主可能都有过类似经验，车子闲置几个月没开，再去用时发不动，只好找人搭电或更换新电瓶。就拿我邻居老李来说，他前年出国公干2个月，回来后发现车子的遥控锁居然没反应，原来是电瓶早已彻底放电。结果他不但无法启动汽车，最后还不得不换上一颗新电瓶，才将车开回家。当我们预计车辆要闲置较长时间，首先必须解决电瓶慢慢自我耗电的问题。第一点，让电瓶进入休眠状态。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将电瓶的负极接线拔掉，让车上的电路与电池完全断开。这样一来，车上那些偷吃电的电子设备就不再继续消耗电力，可以有效避免电瓶亏电。一般而言，拔掉负极线后，电瓶电量维持3-4个月不成问题。如果车子预计半年甚至1年都不用，更保险的做法是干脆把电瓶从车上拆下来，充满电后单独存放，而且最好每隔1个月就给这颗电瓶补充一次电，避免因自放电导致电量耗光。当然，电瓶拆下来冬眠时，记得将它存放在干燥阴凉的地方，不要暴晒或受潮。顺带一提，有些朋友可能听说过原地怠速发动几分钟给电瓶充电没什么用的说法，甚至觉得怠速补电是在白白浪费油。这种说法要分情况来看，怠速时发电机输出功率较低，短时间原地运转的确充不了多少电。如果只是为了给电瓶充电，几分钟怠速效果有限，还可能平添燃油浪费。但我们建议每周启动引擎10分钟左右，并不仅仅是为了充电，更重要是让机油流动起来，润滑到本来静止的机件。只要确保发动机达到正常工作温度，怠速几分钟让机油循环，其实对引擎是有好处的。如果条件允许，偶尔把车开出去跑上20-30分钟，高速运转下发电机充电更充分，轮胎和刹车也得到全面活动，效果会比原地怠速更好。总之，不用过于纠结原地怠速补电的效率高不高，只要让车辆定期运转起来，就比长时间完全不动要强得多。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严寒地区长期停车时，还要防止电瓶受冻。充满电的蓄电池冰点很低，即使零下20-30度也不会结冰，但如果亏电严重，
电瓶的电解液可能在低温下结冰膨胀，把电池外壳直接撑裂。为了避免这种悲剧，冬季长期停车更应定期给电瓶补电，或者干脆将电瓶拆下移至室内保存，千万别让电瓶在户外严寒中冻死。还有一种情况是车主本人并没有离开，车子只是暂时很少使用，如果可以定期启动车辆，那就不一定非得拆电瓶不可。只要记得每周都发动一次车，让引擎怠速运转10分钟左右，顺便踩踩油门，让发电机多充点电进电瓶里，就能弥补电量消耗。这种定期唤醒电瓶的方法，同样可以防止电量过度流失。如果停放的位置有条件，也可以使用智能维护充电器长期接在电瓶上。这类装置会自动监测电池电压，并进行涓流充电，确保电瓶一直处于饱满状态。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拔掉负极线已经是最简单有效又不花钱的保护电瓶方式了。第二点，长期停车千万不要拉紧手刹车。许多人平时熄火停车时习惯拉上手刹车，觉得这样才安全，但如果车辆要静置很久，人又不在车旁，手刹车拉着反而可能带来麻烦。长时间拉紧手刹车有2大坏处。其一，手刹车的钢索含弹簧，一直处在极度绷紧状态，就像橡皮筋长期拉伸会失去弹性一样。时间久了，手刹车机构的效能会下降，日后可能拉不紧或者放不开。其二，刹车皮片持续压在刹车盘上，如果盘面因潮气生了锈，皮和盘就会死死粘在一起。到了下次开车时，即使放下手刹车，车子也像被锁死了一样动弹不得，仿佛4个车轮都被铁链锁住，必须请拖车或维修技师来拆解刹车卡钳才能解除。有不少维修技师都遇过长时间停放导致刹车盘卡死的案例。我就曾看到一则新闻，一位车主的轿车整整停了1个冬天没开，等春天启动时，任凭他踩油门，车子也纹风不动，后轮完全抱死，最终只能叫来拖车，把车子拖到保养厂拆开刹车，系统才能恢复正常，教训十分深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犯这种错误。因此在长时间停车之前，一定要记得将手刹车完全松开，让刹车皮从刹车盘释放开来，避免日后粘死。如果担心车子会滑动，其实只要停放地点够平，把手排车挂上1档或倒档，自排车则挂入 P 档，再在车轮前后用砖块或轮挡抵住，就能防止车辆移动。这种方法取代长时间拉紧手刹车，更能确保车辆既停得住又不伤刹车系统。特别是如果不得不把车停在一个略有坡度的地方，更要注意不要只依赖变速箱的 P 档来锁住车子，因为 P 档的锁止机构本质上只是变速箱里一个细小的棘爪扣住齿轮，长时间让这么一个小钩子独自承受整个车的重量，难免会磨损甚至断裂。正确的做法是，停车时先踩住脚刹车踏板，把自排档位从 D 档拉到 N 档，也就是空档，然后拉上手刹车固定车轮，接着松开脚刹车，让车重由手刹承担，最后再挂入 P 档熄火，这样可以避免 P 档棘爪直接受力过大。不过在长时间停放的情况下，我们又不希望手刹车一直处于绷紧状态，所以就只能退而求其次，用前面提到的轮挡砖块等来固定车轮，同时挂上 P 档辅助锁定。有了轮挡的支撑， P 档锁止机构实际上几乎不承受压力，变速箱自然也就高枕无忧了。第3点，照顾好轮胎，防止长时间受压变形。正如前面所说，车轮长时间不转动，轮胎某一处持续受压就会变扁变形。因此在长时间停车前，应该先把每条轮胎的胎压都调高一点，让轮胎更挺一些，去承受重量。一般家用车轮胎的正常胎压大约是 2.2 到 2.4 左右，长时间停放的话，可以把胎压提高到接近 3.0， 胎压高一些，轮胎胎壁就不容易被压瘪。当然也不要夸张的冲得太饱，适度提高即可。同时别忘了检查备胎，长时间停车时也要让备胎保持足够的气压，以免日后需要换胎时才发现备胎也瘪了。除了调高胎压，还有几个办法可以减轻轮胎变形老化的程度。如果条件允许，
每隔半个月或1个月就把车子往前后稍微移动几公分，改变一下轮胎的受力点，避免同一处橡胶长时间承受压力。如果车辆要闲置非常久，长达好几年都不开，那更彻底的方法是在车底垫上支架或软垫，把车身略为架高，让轮胎减轻一部分负重。虽然一般家用车很少这样操作，但许多收藏的古董车在长时间存放时都会将车辆架离地面，目的就是防止轮胎局部受压过久而报废。另外，尽量不要让车长时间停在烈日暴晒或风吹雨淋的环境下，否则轮胎橡胶老化会更快。短时间日晒雨淋可能没什么感觉，但年复一年下来，轮胎表面会比平时更早干裂变硬，使用寿命也会缩短。所以长时间停车最好能找到阴凉遮蔽的地方，减少轮胎直接暴露在日晒雨淋中。不过停车环境的选择，我们稍后还会更详细的说。轮胎长时间受压变形，还有一个隐患是橡胶加速老化。顺带一提，轮胎本身也是有保质期的，即使不常使用，橡胶在出厂5-6年后也会逐渐硬化老化，产生细小裂纹，抓地力严重下降。所以车子即使开得不多，轮胎到了年份还是得换新，千万别舍不得那几条轮胎，最后因小失大。日后开车时，车轮转动不再圆润顺畅，车身和方向盘都会跟着抖动，严重影响行车舒适和安全。有些人正是因为长时间停车导致轮胎局部变形，上路后车辆震动不止，最后只能更换整套轮胎才解决问题。可见轮胎长时间受压造成的损伤往往无法挽回。我的一位同事就遇到过类似情况，他的车子平时开得很少，停放了大半年没动，再次上路时整辆车抖个不停。他原以为避震出了毛病，结果检查发现是4条轮胎都压变形了，此时轮胎已无法恢复，只能全部换新，白白花了一大笔钱。第4点，做好机油等油液的更换准备。如果车辆一停就是大半年甚至1年以上，那么在再次启用之前，一定要更换引擎的机油和机油滤清器。长时间停放会让机油里的添加剂逐渐分解消耗，润滑性能明显下降。再加上前面提到的可能混入水分、沉淀杂质，所以这些旧机油千万别舍不得，一定要换掉，才能确保引擎得到充分润滑。有人可能会问，车子没开，为什么机油也会变质？简单打个比方，机油就好比引擎里的血液，车辆长时间不活动，这些血液也会慢慢失去活力。如果车子停了1年才重新开动，不换新油，就像人长久不运动，突然剧烈活动，而血液供应跟不上，机件润滑不良，当然容易出问题。而换油就相当于给引擎更换一批新鲜的血液，让它运转时润滑畅快，不会干磨受伤。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在停车前就预料车子可能半年、1年不开，最好的做法其实是在熄火前先把机油换新，因为旧机油里含有不少燃烧产生的酸性物质和积碳杂质，长时间停在引擎里反而容易腐蚀零件。所以停车前换上干净的新机油，相当于给发动机穿上保护衣，然后等到真正要重新启用时，哪怕那时机油又在引擎里放置了1年，依然建议再换一次新的，确保万无一失。有些人觉得车子没开过，机油很新，不用换。但其实机油在引擎里长时间放着也会慢慢氧化变质，因此该换的一定要换，千万别为了省小钱而因小失大。维修经验显示，有些车辆长时间停放后没换油就直接开动，结果因润滑不良导致发动机严重磨损，甚至发生拉缸的惨剧，维修费远远高过当初换油的花费。我身边就有车友吃过这样的亏，他的汽车闲置了1年多，没保养就上高速公路，途中引擎温度飙高，最后拉缸抛锚，维修下来好几万块钱。事后懊悔地说，早知道当初几百块换机油就好了。除了机油，长时间停放后重新上路，也别忘了检查其他几种油液的状态，例如刹车油和冷却液。如果停放时间超过2-3年，刹车油可能已经吸收了过多水分，颜色变暗，建议更换新油，以确保刹车效能。发动机的冷却液长时间不更换也可能失效，或产生腐蚀沉淀，必要时也要换新。当然，如果停放的时间没有那么长，大约1年左右，
那就主要把机油换掉，其他油液仔细检查一下，有问题再处理即可。第5点，汽油存放过久一定要及时处理。前面我们提到，汽油长时间放在油箱里会变质，这可是关乎车子能否顺利启动的大问题。一般来说，汽油在油箱中放上个半年，品质就会开始明显下降。如果晾上1-2年没有动过，那基本就不能直接用了。有人也许会想，汽油放着顶多就是挥发掉一部分，剩下的不还是能烧吗？其实不然，汽油可不像红酒，没有什么放得越久越醇香的说法，恰恰相反，它只会越放越差。时间一长，汽油中那些容易挥发的成分都慢慢蒸发掉了，留下来的部分反而不容易被点燃。用这种没劲的老油去发动汽车，往往会出现点火困难，打很久都打不着火，甚至可能引擎勉强启动后抖个不停，没什么力。除此之外，汽油里的添加剂也会随时间分解，形成一些粘稠的树脂状沉淀物。这些沉淀物如果在油路里积累，可能堵塞燃油滤清器和喷油嘴等精密部件，让燃油供应不顺，甚至损坏喷射系统。另外，汽油还很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分，长时间停放下来，油箱底部往往会聚集一些水滴，形成油水分层。水分层在油箱底部，日子久了会让油箱内壁生锈，甚至穿孔渗漏。即使没有漏油，含水的汽油烧进引擎，燃烧不完全，也会带来额外的损害和隐患。所以如果车子停了1年甚至2年都没动，用车前务必要先把油箱里的陈油处理干净。怎么处理呢？最彻底的方法是找专业维修厂把油箱拆下来，将里面的陈油全部倒掉，再清洗油箱和油路，之后换上新的汽油和新的燃油滤芯，确保整个燃油系统干净清洁。这样虽然比较费功夫，也要花点钱，但为了发动机的安全，绝对值得。如果停放时间没有那么久，比如说半年左右，汽油品质虽然有所下降，但不至于完全不能用。我们可以先检查油箱里剩下多少油，如果油量不多，就直接加满1箱新的汽油，尽可能把旧油稀释，然后发动引擎运转一会，把残存的陈油尽量烧掉。如果油箱里的旧油很多，超过一半，那建议先抽出一部分陈油，只保留约1/4箱，然后再加满新鲜汽油。如此一来，新旧汽油混合后勉强还能继续使用，不至于因为油太老就无法启动。不过这么做还是有一定风险，如果发现车子运转不太正常，最好还是把油箱拆洗干净为好。我曾经在网络上看过一段影片，一辆老车闲置了2年后被车主强行发动，结果排气管狂冒黑烟不说，还散发出一股怪异的酸臭味，接着引擎没撑多久就熄火了。后来技师把油箱拆下来一瞧，里面的汽油早就变质发臭，还沉积了一层油泥胶质，几乎把燃油系统都堵死。由此可见，汽油存放过久对车子的危害绝不能掉以轻心。当然，我们也可以提前采取一些措施来减缓汽油的变质速度，比如在预计长时间停车前，最后一次加油时把油箱尽量加满，满1箱油可以减少油箱内部空气的含量，降低汽油氧化变质和水分凝结的几率。另外，市面上有一种燃油稳定剂的添加剂，可以在长时间停车前倒入油箱与汽油混合，它能延缓汽油老化变质。虽然用了这些办法并不代表汽油就能无限期存放，但至少在半年到1年的储存期内，油质会稳定的久一点，不容易出问题。无论如何，停了很久的车在重新使用时，我们都应该细心观察引擎的运转状态。如果出现加速无力、怠速抖动，甚至熄火等异常情况，那就千万别勉强开，极可能是燃油供应系统出了状况，应该请专业人士检查维修，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害。以上就是让汽车长时间停放也不会坏的5个要点，我们再快速回顾一下这5点。第一，电瓶要断电、休眠或定期充电保养，避免亏电。第二，长时间停车不要拉手刹车，用轮挡辅助固定车轮，减轻刹车系统长时间受压。第三，轮胎要打足气并定期挪动位置，必要时架高车身，防止轮胎变形老化。第四，车子停放超过1年要更换机油及其他必要油液，
确保引擎润滑和各系统正常。第五，汽油存放太久会变质，用车前一定要处理掉陈油，换上新油。最后，再给大家几个额外的小建议，让爱车在长时间停放时过得更舒服。首先，停车前最好给车子来一次彻底的清洗和养护，将车身的泥土、灰尘通通清理干净，并在车漆表面打一层蜡。同时，长时间停放前也可以将雨刷片竖起，或在雨刷和玻璃间电入软垫，避免雨刷胶条长时间压在挡风玻璃上变形黏连。这样一来，车漆外面有了保护层，不容易因长时间日晒雨淋而氧化失去光泽。要知道，强烈的紫外线是汽车漆面和橡胶件的头号天敌，长时间暴露在日光下，原本亮丽的车漆会渐渐变得暗淡泛黄，透明保护层老化脱落。而那些黑色塑料饰条、雨刷胶条和轮胎橡胶在日晒下也会加速硬化脆裂，甚至出现裂纹。除了日晒，雨淋同样有害。现在空气品质不佳，雨水往往呈酸性，长时间淋雨会慢慢腐蚀车身漆面，特别是那些原本就有细小刮痕的部位，更容易率先生出锈斑。而一些意外滴落在车上的树枝、鸟粪等物质腐蚀性更强，如果不及时清理，可能1-2天内就在车漆上留下永久的痕迹，后续很难处理。除了车外，车内的清洁干燥同样重要。打扫干净车厢，不要留下任何食物碎屑或垃圾，否则密闭的车内很容易滋生细菌霉菌，时间一长就会出现难闻的霉味。同时，食物残渣还会吸引蟑螂、蚂蚁甚至老鼠等不速之客。一旦让这些小家伙在你的车里安了家，后果相当严重。它们不但会排泄弄脏内饰，还特别喜欢啃咬电线。一旦造成短路，轻则令部件功能失灵，重则可能引发火灾。新闻中就不乏因老鼠咬坏线路导致汽车自燃的案例。因此，每次熄火锁车前，记得顺手把车内垃圾清走，确保车厢清洁干燥。你也可以在车内放置一些干燥剂来吸湿防霉。如果车子要停放很久，最好每隔一段时间打开车门通通风，让潮气散去。另外，为了防止老鼠光顾，有些车主会在车内或车辆周围放置樟脑丸、薄荷油或超声波驱鼠器等驱鼠道具。不过，这类土方法效果因环境而异，不能完全依赖。最根本的还是要保持车辆周边的清洁，尽量不要给鼠辈提供食物来源。一旦发现有老鼠踪迹，也要及时采取措施。最后是停车环境的选择。停车时若有条件，尽量把车停在室内车库或至少遮蔽的地方，这样可以替爱车隔绝掉绝大部分恶劣天候的侵蚀。一个恒温避光、干燥通风的环境，能让长时间停放对车辆的伤害降到最低。如果实在没有室内车位，只能停在露天，也建议准备一件合适的车衣，在长时间停放时给车子罩上。高品质的车衣能有效防御紫外线、灰尘、落叶、鸟粪等对车辆的伤害，大大延缓车漆和内装的老化速度。当然，使用车衣前要确保车身干净，并选择内侧材质柔软透气的车衣，否则盖了反而可能磨损漆面，或在潮湿环境下闷出水汽。简单来说，我们要尽量为爱车创造一个安稳舒适的冬眠环境。总而言之，车辆和人一样，需要适度的活动来保持健康。如果不得不长时间停放不动，那我们就要像照顾冬眠的动物那样，提前为爱车做好周全的防护措施。只要按照以上5点去做，再搭配一些细心的保养，你的爱车即使沉睡多日，醒来依然能保持良好的状态，避免趴窝罢工的窘境。反之，如果忽视了这些细节，长久不开的车辆迟早会用各种故障来报复你的冷落，到头来为修车付出的代价可能远远大于平时正常用车的消耗。事实上，许多专业的租车公司、汽车经销商和汽车博物馆在长时间存放车辆时，都会采取类似的保护措施。他们通常会定期启动发动机并稍微移动车辆，保持车内外清洁干燥，同时将车停在恒温通风的环境中，以确保那些长时间不用的车辆依然维持良好状态。我们普通车主虽然没有专门的维护团队，但只要遵照以上的方法细心养护，
一样可以做到让爱车停再久也照样说走就走，一踩油门依然生龙活虎。最后记住那句老话，汽车不是开坏的，而是放坏的。学会正确的停车养护之道，才能真正延长爱车的寿命，省下大笔维修费用，让你的车况始终保持在最佳状态。